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Cindy， 你觉得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成绩全都是 A 加，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替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太可惜了，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这是品质污点啊！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否定全部吗？面试怎么样？结束了吗？还没有，我在外面等结果。喂，怎么样？还顺利吗？还行吧。那他们问你学位证的事儿了吗？问了，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实说呗。啊，你说了，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哎，早知道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糊弄过去的。这事儿，他们如果想知道，一查就能查得出来。不管他们要不要我吧，我起码实话实说了，不愧于心啊。你说的也对。哎，这样，反正这家不行的话，还有下一家，我就在门口那咖啡店。你结束了，赶紧过来。好，拜拜。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跟我过来吧。进去吧，祝你好运。请坐。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所以，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10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我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杨小姐，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的？好像也是啊。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哎，你男朋友那边？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我会解决好。你吓死我了！你完事儿了？对呀。嘟嘟嘟嘟嘟嘟嘟。面试通过了。呀！哎呀，你小心点儿。再抱一下，再抱一下，我替你高兴啊！好了，给人擦桌子，快点。但是陈志远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之一，这次面试是他帮忙安排的。但是面试很公平，也很客观。不是什么？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早有预谋。他不过是想帮我。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谁是鸡啊？我。你呀，反正我不同意。哎呀，人家是大老板，我不过就是个新入职的员工，而且我跟他不会有太多的工作上交集的。再说了，现在没有其他比这更好的工作了，难道你会希望我回去打零工吗？好啊，我可以暂时不反对，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只要你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要立刻马上瞬间从这个公司辞职。好。那给你买了咖啡。谢谢。你好，能收一下桌子吗？谢谢。走吧。你一会儿要不要早点回去啊？你不让我待在这儿？不是啊，你不是前2天刚跟你爸妈吵完架吗？你这又连着几天不回家，会不会不太好啊？也对，我也得回去跟他们好好说说。哎，但是千万记住，不能再跟他们吵架了，好不好？哎呀，知道了，我媳妇说的话，我沈红肯定做到。你凭我笑得真烂。我第一次笑。好吧，但是好甜啊。有我甜吗？哎呦，对不起，迟到了。程总，张总说笑了，是我们早到了。对，乔总，来介绍一下啊。程总、乔总，打招呼啊。程总，乔总。犬子赵宇环，宇宙的宇，环环于征的环，二位后头关照。很高兴认识你。程总客气啊。来吧，我们坐吧，别客气。坐。来，菜点了吗？没有啊，等您点呢。服务员，麻烦你。二位，您来。那我做主了啊。好。那个爸，我上个厕所去。这个时候要说卫生间。哦，我上个卫生间，不好意思啊。赤汤烩鱼肚，可以吧？好。
看看汤类。哦，这还有烤鸭呢，来只烤鸭吧。可以，没问题。猴子，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还能有谁？魏彤呗。程志远。什么？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儿？先别管这个，你上次是说嫂子到程志远公司上班了啊？怎么了？那你完了。你才完了呢！我告诉你，我爸现在在跟程志远吃饭，谈什么融资项目。我爸那么挑剔的一个人，一路上对这个人赞不绝口，说的我都快五体投地了。不是赵玉华，你到底哪头的？我当然是你这头的。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很危险，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虽然在你家公司做什么销售，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让你干这事儿，天天飞来飞去，游山玩水似的。这要让嫂子知道，一定会出问题的。我告诉你，说不定嫂子也投向程志远。你闭嘴啊！我说的是投向程志远的公司，我不是那个意思。嫂子那是一种人啊，对不对？我们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瞎操心啊！我跟小小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你说的那些事儿都成为不了我们之间的障碍。再说了，谁要是敢破坏我们俩，我给他来套降龙18掌。告诉你啊，我反正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还有，你家还有2尊佛呢，你自己注意啊。那你就等着看，哥们儿，我有的是办法。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骑车。妈，你怎么了？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气你的。但是你也不能跟我说一声就去找小小，还让他跟我分手，我能不生气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小小那么好，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他？你们甚至都没有了解过他。你们2个人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哦。你现在说你们彼此深深的相爱，过几年呢？过几年激情退下去之后，你们会为很多细小的事情争吵的呀。到那时候，你还像现在这样爱他吗？你会吗？我会啊。不要急于回答我啊！我告诉你啊，往往杀死爱情的不是生老病死，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柴米油盐当中，你会发现你当初多么爱的一个人，跟你的三观完全不一样。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打败你的，永远不是惊涛骇浪，往往就是鞋里的一粒沙子。那你和我爸当初还是不顾2家人反对走到一起了。所以说呀，这都是我过来人的肺腑之言，晓得吧？我不信，妈，我和小小是真爱，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跟他的爱情经得起任何考验。不需要啊，你不需要证明给我啊。如果过若干年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2个对彼此的感情都像今天这样不动摇，但是那我就祝福你。妈，你的意思是答应我吧？那我爸，你爸怎么了？哦，你觉得你爸有什么想法？你不用管他，我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啊。哎，倒是我要问你了，你现在这么笃定，严小晨对这份感情也这么坚定吗？我笃定，他坚定。妈，我再也不气你了。
对不起，我在。妈来了，你先休息啊。妈有话跟你说，我先走。你答应他了？咱们儿子的脾气个性，你不晓得。你越阻止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越要坚持。我怕再这样逼下去啊，万一哪天给咱俩上演一出私奔的闹剧，所以安慰安慰他吧啊，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对了，你去替我给小周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几天啊就不用来接我了，我要盯着他，咱们看看万一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发现，一眼都盯住他啊！现在去看看干什么？这里有个位。欣然啊，我叫严小晨，你们好，叫我小晨就好。嗨，小晨。好了。嗨，你小心点啦。那李龟，小妹妹交给你了。OK， 没问题。小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连空气都变甜了吗？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老梗。就你嘛。别误会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对了，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分析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向乙投资公司和女投资公司索要资料、整理资料、做会议纪要，然后呢，在上司的指导下做一些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可比交易分析、政策分析。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管理合伙人？怎么可能？这么跟你说啊？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相差太远了。就是你们中间隔着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所以你可能不大有机会能跟合伙人直接打交道。不过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上司是高级副总裁大魔女 Cindy， 大魔女哦。你说谁是大魔女啊？Cindy 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大美女，是吧？严小晨是吧？啊，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上司Cindy。辛总好。已经走完了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啊 ？No bird， no。男性朋友啊，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哎，你进去小心点啊！所有在 Cindy 手下做事人都会经历第二次面试啊。他会给你设立第二次考核，如果你能过。秦总，2天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工作陈述会，我需要你代表我们部门准备一个 speech， 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是资料。哦，没有问题吧？你是华大高材生，一个 speech 而已。没问题。有问题记得跟我说。Time's money, hurry up. OK。这里，我跟小邹、小白、小王，你们别下班了啊，跟我出去应酬去。那个，江哥，我今天晚上不大方便，你要不让沈侯跟你一块儿去？你是不是傻？出事你负责呀。我告诉你，侯总已经跟他娘下了密令，以后不准手里跟着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对，我去。哎，江哥，那个
你们是不是去谈童装市场的事情啊？啊，是啊，怎么了？我也去。你别去了，那个，你还有那么多项目要等你负责呢，你踏实待着。不是强哥，你是不是嫌我会拖后腿啊？怎么会呢？你人手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人啊。不是，小韩，你是不是女朋友过生日，你得陪她？那我替你去。啊，快去啊！你去吧，你先去吧，你去。谢谢啊，没事，不用谢啊，慢点啊。强哥，我需要准备点什么？你什么也别准备了，你别把自己喝丢就行了。少喝点今天啊。放心吧，强哥。走啊！走。来，向总，我敬你一杯。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一直不喝酒啊？出来谈生意，哪能不喝酒呢？来，喝一杯。不是蒋总，小沈啊不太能喝，他一喝就吐，到时候吐的满哪都是，你多破坏气氛。这样，蒋总，强哥，这不是久仰蒋总大名吗？蒋总，我敬您一个，希望这一次能跟咱们公司合作上。我干了。不是小沈，你干什么？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啊。好，只要你喝掉桌上所有的酒，我今天就签合同，怎么样？蒋总，您说话算话。那蒋总，我先冒犯了。好酒量，好酒量。为何啊？哎呀，怎么讲啊？来，大家鼓鼓掌吧，打个气呗。这得力干将，可以啊，酒量不错。金江总，金江总，江总，可以，最后一杯。蒋总，你现在能签合同了吗？借助多方社会关系，既不损害到背景企业的名誉，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这样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平台，平台人气上升后就不缺投资者了。做到以上3点且用心经营，平台将会越做越大。谢谢。最后一个是杨晓晨。大家看一下，我来。大家好，我今天各位，我们部门的演讲取消。辛总，我是想问我为什么是吗？这份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资料收集不够详细，市场分析不够透彻，在我看来，就这份报告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我跟你说过，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自己完成，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这份东西既不专业又没创意，严小姐，我希望你明白，光会逞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散会吧。
别那么急着心疼，路还长着呢。小陈，说完了。说完了。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啊，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吗？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人送的，可以啊。这样，我哪知道？你吃吗？给你吧。别人送你的我，快点快点，你吃吧，给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项目，你2天之内完不成一份详细完整的分析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但你被 Cindy 盯上了，你未来可能就没几天好日子。哎，对了，你以后别心动校长，他从国外回来，喜欢别人叫他 Cindy。你不会得罪 Cindy 吧？喂，你好。啊，是我。您是？我曾经给过你名片啊。看来你根本没有储存我的号码。你很大牌啊！我还抱希望说你会给我打电话。哦。您找我有事吗？是这样，我呢想见你。现在？我现在要上班。我知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没关系，我去你单位找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行，那我把地址发给您吧。再见。谁啊？要你管。谁呀？你说嘛。八卦死了。行，上班。阿姨，坐。给你点了杯咖啡，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先恭喜你啊，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待。您过奖了。小陈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你还不够冰雪聪明。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我们上次谈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这不已经辞职了吗？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讲的是你跟沈侯分手的事。抛弃最爱的人，在您看来是聪明。如果真挚爱对方的话，那么考虑问题出发点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否则抓住对方不撒手，那一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以你现在这么微薄的收入，你是偿还不起你母亲欠下的巨额赌债的，所以你才要死死地抓住沈侯。结婚以后，沈侯自然就替你还债了，是吧？且不说我们作为沈侯的父母，我们2个白手起家，绝不允许任何外人来肆意地挥霍我们的财产。就从沈侯的角度上来讲，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世人的笑话，大家议论的把柄。我妈欠下的赌债，我已经替她还清了。你们把我们家调查的那么细，真是劳您费心了。但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会承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麻烦沈侯。还有，我不是您以为的那种女孩。你也不用这么来吓唬我。你认为我在吓唬你是吗？我跟你讲的是残酷的现实。
想知道你在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做什么职务，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并不难吧？凭我们深思在业界的影响力，有时候只需要我一通电话，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归零。所以，如果你还死抓着沈侯不放，不跟他分手，他爸爸就会把沈侯赶出我们的公司。到那时候会怎么样？两个行为不端的人，双双被大学开除，又被公司开除，你想还有哪家公司会雇你们呢？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哈哈，你可以想象，你们两个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激情，也会在柴米油盐面前支离破碎。结果只有一个，2个字：分手。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你心里一定想，我怎么这么残忍？可我讲的全是事实。我再告诉你一点，沈侯他可以荒废10年的时间，10年以后呢，他回来依然是深思集团的继承人。可你呢？如果浪费了10年的光阴，回头你是什么？你想过？我这个母亲狠得下心来，我情愿她浪费10年的光阴，也不希望你浪费她一辈子的时光，你懂吗？所以，如果你选择跟沈侯分手，离开上海，我那天答应你的条件全都在，我们可以找律师，公证。而且我还加上，你出国所有的费用我全包了。我再加上一点，我会找专人在这边照顾好你母亲的，让你在国外生活无忧，后顾无虑。觉得怎么样？你点头是表示，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一个选择能这么值钱。你要是真爱我儿子，我就劝你选择放手。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是吗？小爱才会死拉着对方不放，只有大爱要放手。你点头是，我们成交了。我的意思是，我不仅不会离开上海，我也不会和他分手，我还要好好的和他在一起。你真是让我见证了家教的厉害。阿姨，啊不，侯总，我一直以为您是一心为了我和沈侯的幸福着想，原来我错了。您只是基于您的偏见，一心想要拆散我俩。可是如果您的理由真的站得住脚的话，您何必以这种方式来威胁我呢？还有，如果沈侯知道您一直来找我，想要控制他的人生，您觉得他会怎么想？你觉得我们坐这儿，我是在威胁你？哈！至于沈侯，他是我儿子，我相信他理解一个母亲的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好。陈总，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程志远，小陈的老板，这位是沈侯的妈妈。你好，幸会。您好。你好。刚好我也认识沈侯。哦，呵呵。这么说，您是知道小陈有了新的工作，出于关心过来看看他的吧？就算是吧。您别担心，小陈在我们公司啊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很满意。对了，我最近呀知道了他之前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不过您放心，我们做金融的呀，
从来都不会去相信大道小道的消息，我们只会相信真实的客观数据。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如果这个人再敢胡来的话，攻击我们公司的员工，就是诋毁我们公司。公司的律师啊，巴不得能有个机会证明自己100万年薪是物有所值的。看来你们是有工作要谈那我就先告辞了。小陈啊，我跟你谈的事情，你认真考虑一下。再见。再见。坐吧，没事吧？你刚才说的，知道我以前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往公司的邮箱发了一封匿名文件，说你之前在深思的财务单据上弄虚作假，让我们注意你这样的污点员工。你应该问的是谁把你来公司的事情说了出去吧？喂，小豪。怎么了？想我啦？你有没有把我去 DH 的事儿告诉你妈呀？我说了，我跟他夸你来着，我就让他明白，同意你辞职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怎么了？我做的不对吗？不对，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是不是我妈要去找你了？没事儿，我妈早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她没准就是关心你一下。那我知道了，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好了吧。拜拜。喏，黑咖啡，谢谢。配冰淇淋。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心。冰淇淋加杯咖啡，一冷一热，一甜一苦，绝对特别。试一下。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远比我对你的了解要深得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滑雪，第一天去的时候，胳膊就摔伤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啊，都出去玩了，就我一个人在度假村里面看雪。突然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我就踩着很厚很厚的积雪，走了很远很远，我才买回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虽然都是从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但夏天的冰淇淋很柔软，冬天的冰淇淋多了几分坚硬，有点寂寞冷清的味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人在小的时候都喜欢甜，讨厌苦，那好像是生命最初幸福的味道。但长大了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喜欢品尝苦涩。也许是因为长大以后，我们的味蕾才开始真正明白，苦涩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躲避，只能学会品尝。你试一下。再吃着冰淇淋。太冰了吧？先苦后甜，试一下。怎么样？哎呀，我的牙，牙快掉了。想说什么？不客气。不客气。其实生活啊，不一定一直美好。那些挣扎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那些改变可以让你变得更有智慧。那我就带着你的坚强和智慧先回去了，免得你扣我工资。拜拜。郝总，您的咖啡，您要的照片都已经拍完了。好极了，一会儿转给我。好，走吧。
帮我查一个人，深思公司的董事长侯月珍。心脏。Come in。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什么意思啊？事后诸葛亮啊？我只是想证明同意我进公司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公司打印机里的墨水。如果又是浪费呢？如果又是浪费的话，我会以利为重，及时止损。放那吧。心脏，以后公司的月结报告都由你来做。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辛总，叫我Cindy。好。李辉，哎，跟我去趟会议室。好嘞。恭喜你啊，有惊无险通过 C。Hurry up！ 哎，来了。我呢，主要是希望和 DH 合作，所以其他的条件，老邓，不是说不可以谈。老邓，我说老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不跟他们 DH 合作吗？幸亏我今天来得早，在楼下看见你司机，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怎么，跟我玩阴的是吧？不是老罗，你先坐下再说。这谁忽悠你了？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钱，我的底线是合作。行，辛小姐，别拖着了，给这通电话，趁我和老邓都在，到底跟谁合作？有时间吗？送2杯咖啡过去。好。刘总喝咖啡。郑总，谢谢啊。喝什么咖啡？我来又不是为了喝咖啡的。不是老罗，你稍安勿躁，我相信辛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廖晨，你坐下听一下吧。怎么都不说话？啊？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了，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Cindy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你当我姓罗的老同事吗？吃素的吗？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Cindy姐，哎，罗总，罗总，太
太冲动了。林耀晨，你出去吧。对，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嗯。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个项目。行啊。你不是要去？啊？行，走。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
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哦，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喂，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哎，先走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原来辛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厉害的。哎，辛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别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程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成。我自己给人挂了，我以为你在忙，所以不敢给你打电话。来，起来，起来。
去给你倒杯蜂蜜水啊。秀秀，你知不知道啤酒和白酒混着一块喝，我胃都快吐出来了。幸好把合同签了。辛苦了。只要需要你的时候，能听听你的声音和看见你的人，就一点都不辛苦。还难受吗？不难受，你放心吧。想想啊，你迟早有一天，我妈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能经过各种磨难。怎么那么肯定啊？因为我奶奶当初也不同意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啊，最后还不是在一块儿。真的啊？我外公外婆是农民，我妈也没上过大学，我爸出生在大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最后还成了公务员。在他们26岁那年，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反对，私自偷拿了家里户口本，然后登记结婚了，最后生出来你未来老公。你说我妈也经历过这一遭，她怎么变得跟我奶奶以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会想明白的。他们当时都不屈服，我是他们儿子，我怎么可能屈服？娇娇，你不相信啊？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一起努力。娇娇，我妈肯定认为我进公司都是因为你现在走了，他们肯定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工作的。小小，你说你妈会不会也不喜欢我？你都没跟我说过你妈，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她会喜欢我吗？他会喜欢你。真的吗？我当时见到你妈，我带好多的礼物，我还带她去体检，看她身体怎么样。我还带她去玩，去旅游。我对我妈觉得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吧。我睡哪儿？沙发。我去洗脸了。你妈妈的事情
你跟他讲过吗？沈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到一块儿，注定了是不幸的，你们会非常痛苦的。我是过来人，我说的话你懂吗？东风，怎么又是8条？哎，碰！哎呀，碰！你逮什么碰什么？哎呀，你不要手气不好就怪我嘛！你是不是找茬嘛你？阿才，这都是啊，他前面不碰，现在碰了。他输钱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玩钱的吗？哎呦，这打麻将不玩钱有啥意思啊？哎呀，上次说好的不来钱的，今天不来钱啊，认真打。不玩钱随便打，该你。随便打，不玩钱随便打。小王啊，你那个投资平台最近有收益吗？有啊。不是说投资越大收益越高吗？对啊，我那4万块钱能收多少？这大项目肯定要放长线的呀，收益哪有那么快啊？你有点耐心好不好？我这不是问问吗？那钱也是跟朋友借的，朋友最近有点急用，要我还呢。大哥，什么事啊？跟你们没关系，别多管闲事。你们干嘛？闭嘴！刘清芳对吧？欠我们的16万，什么时候给16万？怎么会这么多啊？哎，姐，你刚才说你那朋友，就是他们呀？你们先玩吧，我还有点事情。来。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严小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我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她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你以后怎么问？喂，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我妈又出什么事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天哪，16万！
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一会儿辛迪来，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好。谢谢。这又怎么了？早安。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嗨，小肖，你怎么来了？沈侯他在公司吗？在。怎么？他今天没去卖场啊？没去，本来说是要去的，但是昨天晚上跟客户签约，把自己给喝大了，现在在刘总办公室躺着呢。谢谢，我去看看他。嗯。这在办公室的是小沈吗？躺在办公室睡觉。哎，你别说了，最近他好像转性了。啊？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都快成劳模了。哎。在你看来，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作践自己。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了，仙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好，一共是13家的创业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出事了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年年欠人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脑袋挺大的，我这正打算过去看看呢。希望大家一晚开心，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已经高达了10%，我想想办法。相信也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
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谢肖总，谢分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有点时间出去去，后面就辛苦您了啊。下午茶我请。谢谢总。那我们散吧。你直接发我邮箱就行，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有需要打电话吗？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
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当这2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的光明，还是光明照亮的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